之色，有明月送来客，一夜忘记谁淹没。只是长街雪落，只盼残霞问清风。明月不停过，皎皎投向谁淹没？是诗情太颠簸，是命运太惶恐。只问爱恨如何，只求死生泪落。飘摇落向他袖侧，点星河作灯盏，前尘如梦才固锁。可抱恨难，轻言过，晚风将心灰吹破，何处才可够我为你争一点烛火。师尊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要很久才能回来。我想着，其实今晚也没有什么事，明天又要早起，师妹她应该已经睡了，不会再守岁的，所以。如果你还愿意，师尊，既然来了，就坐吧，我与你同看。这些日子都还好吗？认识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师弟，之前在信函里都与师尊说过了。师尊伤势如何？无碍，你莫要自责。我竟然就这么枕着楚婉宁的膝盖睡着了，不应该啊！而且我一个人也便罢了，楚婉宁这样的脾性，怎会也如此将就的在树下？
这护墙是他给我盖上的，他就这么做了一夜吗？师尊，你还没走？我刚醒。哦，对了，师尊，你的斗篷，我帮你把斗篷披上吧。你穿的太少了，你怕冷，我自己来。哦，好，抱歉啊。没什么。师尊，我要去收拾东西，再去吃个早饭，然后就出发了。一起下去吃饭吗？我这是犯什么浑呢？跟什么妖精串在一起啊？不必，你自己去吧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。果然麻了。小师弟，你这风寒好严重。没事，我一受冻就容易头疼脑热，过几日便好了。哦，你呀，定是除夕贪玩，穿的不够厚实，这才着了2把。来，喝些热汤吧，晚上早些歇息。好。师妹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薛梦和小师弟都睡了？看你一个人躺在甲板上，就拿了些吃的过来。这次去了桃花源，估计就赶不上临神论剑了。我倒是无所谓，但你和少主都是极厉害的人，失了崭露头角的机会，你后不后悔？这有什么？名声什么都是虚的，学了本事后，能保护重要之人，那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能这般想，师尊知道了，定会很高兴的。那你呢？你高兴吗？我当然也高兴。怎么了？这般看着我。没什么。我这是要干什么？表白吗？和师妹这样一个干干净净、温温柔柔、让人生不出半点邪念的人，哪怕撩拨几句都显得不妥。我该如何开口？开了口，拒绝也好，接受也好，那之后又该如何相处呢？
但你好像真的有话要和我说的样子啊。默然，师妹，你对我真的很重要。我知道，你对我也是。你知道吗？我之前做了一场噩梦，梦里你不在了，我很难过。你倒是挺傻的。我会保护好你的。好，那就先谢过我的好师弟了。师妹，你还想说什么？我没什么。夜里凉，你回舱里睡吧。那你呢？我我看星星，吹吹风。好，那我便走了，你早些歇息。这还是第一次吧，和师妹独自在外相处，而楚婉宁不在。本以为我一定会抓住一切机会和师妹表白，可真到了眼前，似乎也不是那么急的事了。大抵还是怕吓着他们。说起来，楚婉宁如今在做什么呢？撇开仇恨不说，上辈子与楚婉宁的纠缠，应是深过这世上的所有人了吧？我好像从楚婉宁身上夺走了许多初死，也不管她愿不愿意。初次下厨，初吻，初次掉泪，还有与之相对的，我也给了楚婉宁许多初死，不管她想不想要。初次拜师，初次哄人，初次赠花，初次对一个人失望至极，还有初次心动。是啊，楚婉宁，那时我刚到死生之地，而你站在海棠花树下，这样专注美好，以至于第一眼看见时，只觉得除了这个人，任谁来当我师尊，我都不要。可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一切都变了？在乎的人变成了师妹，恨着的人变成了你。大约就是
就是从那次赠花开始的。那花好漂亮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花，但真的好适合师尊呀。师尊会不会喜欢？你在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株晚叶海棠有多名贵？我母亲花了无数心血，等了5年才盼到它盛开。你居然……走，跟我去见师尊。你有何要辩？我这花是想送给……这样低薄的眼神，在没来死神之天前，已经见过太多遍。难道师尊竟是看得起我了？我无话可辩。阿仁，阿仁，出去！我来给你送。你给我出去！阿仁，你别这样。师尊的脾气是不好，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。你起来吃些东西吧。不吃，我不饿。好歹垫一垫肚子。你不吃的话，师尊知道了会生气。生气？他生什么气啊？打了我40藤鞭，他还要生气？这长在我自己脸上，是不是东西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根本就不想要我这个徒弟。我饿死了最后，饿死了也给师尊省心，好让他老人家高兴。阿山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有个家。10几年，我真的只是想要有个家。为什么他看不起我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看不起我？为什么都看不起我？来，擦擦。别再说什么饿不饿死这种傻话了。你既然回到死神之巅，拜在师尊门下，你就是我的师弟。我自幼也没了父母，是被尊主捡回来的。你要是愿意，把我当家人看就好。
吃饭吧。我这抄手是我包的，你就算不赏师尊面子，也要赏一赏我的面子，对不对？来，尝一口吧。其实，那一碗抄手已经凉透，错过了最好的时间。可就是那一刻，那碗抄手，那个人，生前死后，永世难忘。就像是一条流浪的野狗，有人给了一顿棍棒，便会恨上；换个人给了一碗肉汤，便会爱上。就只有那么一点出息罢了。